他考了大半辈子功名，次次落榜一个写在诗里的书生，怎么就变成了香火最旺的神仙？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一放。你找个舒服的姿势，我们慢慢走进他的故事。公元8世纪末的唐朝，科举已经成了读书人刻在基因里的默认路径。亳州河中府永乐镇，也就是今天山西芮城一带，有一个河东吕氏家族，祖父吕卫官至礼部侍郎，父亲吕让做过海州刺史，一方父母官，书房的经史子集堆得密密麻麻，饭桌上的话题永远绕着朝局和仕途，门楣上大概还挂着御赐的匾额。在这种环境里长大，人生目标从来不需要多想读书入仕，光宗耀祖，这就是吕氏子弟的标准路线，也是少年吕洞宾理所当然要走的路。他确实有走这条路的天赋。史书记载，他自小天资过人，经史百家，过目成诵。邻里早就认定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他降生的那个夜晚，民间流传着一个神秘的说法：母亲王夫人梦见一只白鹤从9天之外飞入怀中，醒来后便觉腹中有感，产房内异香萦绕，久久不散。你可以把它当成后世弟子给祖师家的神话滤镜，但这个故事至少传达了一个朴素的信息：这个孩子从出生起就被寄托了某种不寻常的期待。少年吕洞宾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些期待，他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像一个被精心培养的选手，志在必得地奔赴属于他的赛场。在他当时的认知里，人生最荣耀的画面大概就是金榜题名的那一刻，殿前唱名，打马游街，衣锦还乡。可他不知道的是，命运为他准备的赛道压根儿不在长安城里。他更不知道，那口名为科举的锅煮了大半辈子，最终煮出来的竟是一碗他端不起来的饭。接下来等待他的是反反复复的落榜，和一个日渐老去却依然穿着白衣的失意书生身影。会昌年间，吕洞宾2次走进进士考场，2次名落孙山。列仙传里只用寥寥几个字记载这段经历：屡举不第。5个字轻飘飘的，可对于一个把功名当全部人生意义的年轻人来说，这5个字背后是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放榜那天，他挤在人群里，踮着脚尖，从密密麻麻的名单中找自己的名字，从头看到尾，再从尾看到头，没有，还是没有。1次落榜可以安慰自己说是运气不好，2次落榜那个自我安慰的理由就站不住了。而吕洞宾面对的远不止2次。从青年到中年，他一次次走进考场，一次次落地，蹉跎了几十年光阴。当年一起读书的同窗友的早已金榜题名外放做官，后辈少年郎一批批冒出来，在考场上跟他这个白发老书生同场竞技。史书上没有记载他每一次落榜后的具体心情，但我们可以试着走进那个中年书生的内心。家族世代为官的荣耀变成了一座压在肩上的山，父母的期许，族人的眼光，自己苦读数十年的沉没成本，每一样都在对他说：你不能放弃，再试一次。可他也很清楚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了。这种内心的撕扯是一种很具体的痛苦。一方面，对功名的执念已经刻进骨头里，拔不出来；另一方面，现实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他，这条路可能真的走不通。他不是没有才华，但科举这件事，才华只是入场券，运气、人脉、考官口味，哪一样都不是他能控制的。少年时以为只要书读得好就能改变命运，
中年时才明白，命运是一张比他想象中复杂得多的考卷。在这段漫长而灰暗的岁月里，吕洞宾养成了一个习惯，随身携带诗文手稿，每遇名山大川便提笔抒怀。那些刻在石头上的诗句，是他困顿人生的一个透气孔，是他在功名体系之外给自己保留的一方精神角落。他在文字里放进了壮志未酬的不甘，也放进了对另一种活法的隐约向往。只是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些提笔诗句已经埋下了他与大道之间的一条隐秘浮线。说到底，吕洞宾前半生的困境是无数传统读书人的困境缩影。你把全部人生价值都压在一件事上，这件事儿却迟迟不给你兑现，你被卡住了，进退两难，继续考，年岁渐长，希望渺茫，放弃考，等于否定自己活了大半辈子的全部意义。那口名为科举的锅，他已经煮了几十年，米还是那些米，水加了一遍又一遍，可饭迟迟没有熟。他不知道的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困局，恰恰是他遇见真正机缘的前提。就像一锅煮了太久却始终不熟的饭，才会让煮饭的人终于愿意承认，也许不是火候的问题，是锅本身就不对。接下来，命运为他端上来的将是一碗完全不同的饭，而端饭的那个人正在长安城的某个酒肆里等着他。唐懿宗咸通年间前后，吕洞宾再次踏上了去往长安的路。这一年他已经64岁了，按照古人的平均寿命来算，这已经是暮年。一个暮年的老书生背着一挨书卷，走在通往京城的官道上，身边是鲜衣怒马的年轻举子，他们意气风发，谈论着时事策论，偶尔瞥一眼这个头发花白的老者，眼神里或许有同情，或许又不以为然。吕洞宾大概已经习惯了这种目光，考了几十年还没考上，在世俗的眼光里，这本身就是一个略带悲凉的笑话。但他还是来了。你可以说他执迷不悟，也可以说他不甘心。这最后一次应试，与其说是为了功名，不如说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他需要一个结果来为这大半辈子的苦苦求索画上一个句号，哪怕是失败的结果也好。我们不知道他在那场考试中具体写了什么，发挥如何。史书在这一段留下了空白，只记载了之后发生的那件事，那件改变一切的事。考试结束后，他在长安城闲逛，走进了一家酒肆。长安的酒肆是那个时代信息交汇的地方，赶考的书生，诗意的文人，云游的僧道，南来北往的商贾都在这里歇脚喝酒。吕洞宾找了个角落坐下，要了一壶酒。隔壁桌上，一个道人正在煮小米饭，饭香混着酒香，在午后的阳光里氤氲开来。这个道人就是钟离权，在道教神仙谱系里，他是赫赫有名的正阳真人，汉朝时就得道成仙。但你如果读宋史，就会发现史书里也提到过一个叫钟离权的人。五代宋初时还在终南山一带活动，神仙也好，隐士也罢，我们今天不去深究，我们只需要知道，在那个长安酒肆的午后，一个64岁的落魄老书生遇到了一个看起来气度不凡的道人。钟离权打量了吕洞宾一眼，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按《列仙全传》的记载，他评价吕洞宾骨秀神清，有仙真之姿，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骨骼清秀，神采不俗，是块修仙的好材料。这话要是说给一个20岁的年轻人听，对方大概会觉得遇到了骗子。
但对于一个考了大半辈子功名却一无所获的老书生来说，这句话听起来就有些微妙了。它像一个藏在命运角落里的小小暗示，不经意间戳中了吕洞宾内心那个他自己都不太敢面对的问题。如果功名这条路真的不属于我，那我这一生到底属于什么？钟离权没有直接劝他修道，他只是煮着饭聊着天，说了些看破世情的话。吕洞宾坐在对面，心里却在打仗，一边是他用大半辈子喂养出来的功名执念，另一边是一个隐隐约约的新可能。放弃意味着否定自己几十年的人生，不放弃它，又很清楚自己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吕祖志里记载两人对坐交谈了很久，钟离权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像一颗石子投进吕洞宾那潭沉寂已久的心湖，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最终吕洞宾没有立刻做出决定，他只是沉默着坐在那里，不知道自己是该起身离开，继续去等那一张可能永远不会来的皇榜，还是该留下来听听这个陌生道人接下来要说什么。而他不知道的是，钟离权面前那口咕嘟作响的小米锅马上就会带他走进一场足以击碎他整个前半生的梦。那场梦醒来之后，长安城里少了一个等榜的老书生，人世间多了一个即将踏上修行之路的求道者。钟离权面前那口锅里的黄粱米还在咕嘟咕嘟地煮着，午后的阳光从酒肆的窗棂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吕洞宾疲惫的脸上。也许是酒意上头，也许是连日赶考的困倦，终于涌了上来。他伏在岸上合上了眼睛，就在这片刻的恍惚之间，一个漫长无比的人生开始了。他梦见自己走出了酒肆，走到了放榜的地方。这一次他的名字赫然在列进士及第，不是多年来的名落孙山，是高中。你可以想象那一刻的狂喜，几十年积压的屈辱、不甘、自我怀疑，在这一瞬间全部被撕碎，换成了扬眉吐气的畅快。他骑着高头大马，在长安街头打马游街，路两旁是欢呼的人群，有人往他身上抛花，有人高喊他的名字。那些曾经用同情眼光看他的同僚，此刻全都换上了谄媚的笑容。他一路青云直上，从州府小官做到六部堂官，最后官拜宰相，位极人臣。皇帝在朝堂上当众夸赞他的才能，同僚们争相与他结交，门庭若市，车马喧驱。他娶了名门闺秀，生了好几个聪慧的儿子，孙子绕膝，府邸里整日欢声笑语。这是一个读书人所能想象的最圆满的人生功名。权力、财富、儿孙满堂，什么都有了。然后梦里的画面开始倾斜，不知道从哪一刻起，朝堂上的气氛变了。有人开始在背后议论他，参他的奏折一封接一封地递到了皇帝案头。罪名是什么？贪赃枉法，结党营私。这些事情也许他真的做过，也许没有。在权力场里，真相从来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风向变了，而他挡了别人的路。皇帝到圣旨抄家、夺职、流放，那些曾经围在他身边的同僚一夜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那些曾经对他笑脸相迎的人，现在是弹劾他最狠的人。他被押解出京城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座繁华的都城，城墙上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来送他。流放的路很长，寒风刺骨，押解官呵斥着催促他赶路。他脚上带着镣铐，每一步都疼到骨头里。他想到了那些死在流放路上的官员，想到了自己曾经在奏折里弹劾过的那些人，想到了那些人的家人跪在宫门外哭嚎的画面。现在轮到他了，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远处是一片荒凉的旷野，风吹过来，带着刺骨的冷。他回头望了望，来路已断，前方茫茫，除了他自己佝偻的影子，什么都没有。就在那股彻骨的寒意从梦中渗透到他骨头里的瞬间，他猛然醒了。他大口喘着气，额头上全是冷汗，手指紧紧攥着桌案的边缘。眼前还是那家酒肆，午后的阳光还跟刚才一模一样，透过窗棂照在地上，连影子的角度都没有变。钟离权还坐在对面，不动声色地看着他。锅里的黄粱饭还没有熟，饭香混合着水汽，慢悠悠地飘起来。他刚才经历的那一生状元、宰相、儿孙满堂、抄家、流放、孤苦终老，整整一辈子的起落沉浮，在这锅小米饭从生到熟的间隙里就走完了。后世的道书对这段著名的黄粱一梦记载得很简洁，但吕洞宾的反应被历代道书记得清清楚楚。他没有迟疑，没有犹豫。梦醒之后，他当即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钟离权面前，双膝跪地，连行3重大礼，恳求钟离权收他为徒。这个动作的决绝程度足以说明一切。一个64岁的老书生，在世俗的体系里挣扎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跪过任何人，但在这一刻，他跪下去了，不是因为迷信，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那一梦让他看见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他追了一辈子的那锅饭，就算最后煮熟了，吃到嘴里也不过是一口凉透了的苦涩。那锅煮了大半辈子的黄粱饭，他终于可以放下了。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一条他从未走过的路，而这条路的第一步不是修什么仙法道术，而是一场对他心性的彻底考验。钟离权收下了这个64岁的徒弟，但并没有马上传他什么高深的道法，在正式入门之前还有一道坎要过。这道坎不是背诵经书，不是打坐练气，而是一场全方位的灵魂压力测试。吕祖志记载，钟离权一共设了10重考验，来检验这个老书生的心性是否真的已经超脱了世俗的牵绊。这10事具体是哪10事？道藏里有详细罗列，我们挑几个有代表性的来说。第一，吕洞宾远行归家，发现家中亲人全部暴亡，他面不改色，从容准备后事，亲人又复活过来。第二，他在集市上卖东西，买主拿了货却不付钱，他毫不在意，转身就走。第三，一个乞丐死皮赖脸地向他讨钱，他给了，乞丐嫌少，骂骂咧咧，他依然笑脸相待。后面几事更狠，深山遇猛虎，深夜有美女投宿，独自泛舟，遭遇狂风巨浪。每一样都是冲着人性最脆弱的地方去的生死，得失、美色、恐惧。钟离权就像一个外科医生，拿着手术刀一刀一刀切开吕洞宾的内心，看里面到底还有没有对尘世的留恋。吕洞宾全部通过了，不是因为他不害怕、不动心，而是他已经在一梦之间看透了这些东西的本质。就像一个从噩梦中醒来的人，你再拿同样的噩梦去吓他，他的反应已经不是恐惧，而是清醒。他已经知道了这些东西最终指向的是什么一场空。通过考验之后，钟离权正式收他为徒，传授了龙虎金丹秘文和灵宝秘法。这是钟吕内丹派的核心传承，讲的是如何在身体内部炼丹，修炼精气神。如果说黄粱一梦是认知层面的觉醒，那么这套功法就是身体层面的一整套实操手册。吕洞宾学得很认真，
拿出了当年在书斋里啃经书的劲头。只是这一次，他读的不再是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而是关于如何与自己身心相处的道家秘传。但这还不够，钟离权的丹法偏向内修，吕洞宾还需要一种外用的功夫剑术。他云游到庐山的时候，遇到了另一位高人火龙真人郑思远。火龙真人没有让他打坐炼丹，而是传了他一套天遁剑法，还赠了他一柄纯阳雌雄宝剑。这把剑不是普通的兵器，按道经的说法，能飞剑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但吕洞宾拿到这把剑的时候，立下的誓言不是杀敌，而是一断贪嗔，二断爱欲，三断烦恼。换句话说，这把剑斩的从来不是别人，斩的是他自己的执念和心魔。剑是杀气，道是生门。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组合，恰恰构成了吕洞宾修行体系中最独特的部分，道为体，剑为用。此后，他隐居终南山和庐山之间，闭关潜修，将钟离权的丹法和火龙真人的剑术融会贯通。当他再次走出山林的时候，已经不是那个在长安酒肆里愁眉不展的老书生了。他背上负着宝剑，腰间挂着酒壶，手里执着拂尘，眼神里没有了追逐功名的焦灼，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历经沉淀之后的通透与从容。那锅黄粱饭教会了他放下，而现在他要把这碗饭端给更多的人去吃。他带着这套已经融为一体的修行体系，踏入了那个需要他去度化的芸芸众生的人间。只是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煮给自己吃的饭和别人硬塞到你嘴边让你吃的饭完全是两回事。吕洞宾背着纯阳宝剑走下山的时候，心里装着一腔热血。他在终南山和庐山之间闭关修炼的那些年，已经把钟离权的丹法和火龙真人的剑术融会贯通，自认为已经有了济世渡人的真本事。下山时他大概是这样想的：我经历了黄粱一梦的顿悟，熬过了10重考验的磨砺，又得了2脉真传，去度化那些还在红尘里打滚的凡人，应该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毕竟在他看来，凡人所执着的无非是名利、情爱这些东西，他在梦里早就看透了。他把这份看透当作礼物揣在怀里，准备送给每一个有缘人。然而3年过去了，一个人都没度过。吕祖志里对这段经历有一句很短的记载，语气里透着一股苍凉，吕显一人不知信。翻译过来就是他一次又一次的显化神迹，展示道法，但没有人真的相信他，更没有人愿意跟他走。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一个背着剑的道人风尘仆仆地穿梭在城镇乡野之间，逢人便讲修行的道理，讲名利虚妄，讲黄粱一梦。路人要么把他当成骗子，要么把他当成疯子。运气好的时候能得一碗水喝，运气不好的时候直接放狗咬人。他在山上修炼多年积攒的那股自信，在人间这条泥泞的土路上一点一点地被磨损殆尽。更让他感到挫败的不是人们不信他，而是人们明明在受苦，却死死抱着那些让他们痛苦的东西不撒手。贪婪的人你劝他知足，他反过来问你给多少钱；痴情的人你劝他放下，他骂你冷血无情不懂爱；满腹算计的人你跟他讲真诚，他在心里盘算你能骗他什么。吕洞宾发现人心这件事儿比金丹术复杂多了。炼丹有火候，有次第，有师傅传下来的口诀可循，可人心没有章法，没有套路。每个人的执念都长成了独一无二的形状，硬得像石头，韧得像老藤。你用剑砍不断，用火烧不烂。
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度发出了那句后来被无数道书反复引用的慨叹：宁渡动物，不渡人。这话说得很重，意思是我宁愿去度化山林里的飞禽走兽，也不想再跟人打交道了。动物心思单纯，吃饱了就睡，恐惧时逃跑，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贪嗔痴。但人的心被五毒缠绕，贪、嗔、痴、慢、疑，每一样都是一把生了锈的锁，钥匙早就丢了，门却还死死关着。他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立下的志向是不是太天真了。度尽天下众生，他现在连一个都度不了。为了继续留在人间寻找机缘，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化名叫回道人。回字拆开是2个口，暗合他的姓吕。他用这个名字隐藏身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走在市井街巷里，遇事不急着讲大道理，先观察，先倾听。也就是在这段隐姓埋名的日子里，他遇到了一个叫陈七子的理发匠。关于陈七子的故事，道书记载得很有趣。吕洞宾以普通顾客的身份走进陈七子的铺子，坐下来让他理发。剪刀刚剪下一缕头发，那缕头发瞬间又长回原样。陈七子以为自己眼花了，又剪一缕又长回来。换作一般人，早就吓得扔掉剪刀夺门而逃了。但陈七子没有，他放下剪刀，盯着吕洞宾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你能让头发重新长出来，能不能也让我这个半辈子困在一张理发椅上的废人重新活一遍？吕洞宾收下了这个徒弟，这是他下山以来度化的第一个人。陈七子的事迹后来在理发业中广为流传，理发匠们把他奉为祖师，顺带着吕洞宾也就成了理发业的祖师爷。但一个人的成功并不能驱散他心中那份更大的挫败感。度化一个理发匠靠的是神通显化，可真正要让一个人从心底放下执着，看破生死，需要的是更高层面的智慧。而他隐隐觉得自己的智慧还不够，那些年行走江湖积攒下来的傲慢在他心底悄悄扎了根。他觉得自己丹道已成，剑术无双，已经可以在修行这件事上俯视大多数人了。这种傲慢连他自己都未必能察觉，但他就在那里，像一个潜藏在暗处的影子，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机会给他致命一击。这个机会在黄龙山上等着他，而端出这碗饭的人不是道士，是一个禅师。黄龙山在今天的江西修水一带，北宋时期，那里是禅宗临济宗的一处重要道场，住持是一位法号慧基的禅师，后世通常称他为黄龙禅师。禅门典籍《五灯会元》里对吕洞宾参访黄龙山这件事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不过版本不止一个，细节上有些出入。我们今天不去考虑哪个版本最权威，只讲那个被后世文人反复书写，也最能折射吕洞宾内心转变的故事主线。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吕洞宾云游到了黄龙山脚下，听说山上的黄龙禅师禅法精深，名重一时，心里那股修道者的傲气就被激了起来。他想，我得了钟离权真传丹法，又有火龙真人的天遁剑术，修道可以飞剑取人的境界，你一个坐在蒲团上参禅的老和尚能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于是他上了山，直闯法堂，见到黄龙禅师正在升座说法，座下僧众肃然伫立，气氛庄严。吕洞宾没有按照佛门的规矩礼拜，而是径直走上前去，报了自己的名号。五灯会元里记载了两人初次见面的场景，吕洞宾开口便是一句带着棱角的话：
一粒粟中藏世界，半生当内主山川。这2句诗是什么意思呢？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一粒米里可以藏得下整个3000大千世界，半生水的小锅里能煮得下山川大地。这其实是道教内丹修行里的一种境界描述，指的是修到一定层次后，体内自成宇宙，打破了大和小的对立。吕洞宾用这2句诗来试探黄龙禅师，潜台词很明确：我这个境界，你看得懂吗？黄龙禅师听罢不惊不惧，甚至没有停顿，脱口回了一句“守尸鬼”3个字。意思是你这个守着躯壳炼丹、追求肉身长生的人，不过是个聚首尸，等死的鬼魂罢了，还谈什么境界？这句话直直戳进了吕洞宾修行体系最核心的部分，你修的是这具身体的长生久世。但在我禅宗看来，执着于身体本身就是一种需要放下的执念。吕洞宾被激怒了，他退后几步，手掐剑诀，背上的纯阳雌雄宝剑应声出鞘，化作一道白光直取禅师的咽喉。这是天遁剑法的杀招，能飞剑取人于千里之外。此刻2人同在一室，这一剑的速度与力量可想而知。但在场的僧众后来描述，黄龙禅师端坐如常，甚至连眉毛都没有动一下。他抬起手中的拂尘，轻轻一挥，那道剑光就像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停在空中，进退不得。随即当啷一声落在地上，还原成一柄普通的铁剑。吕洞宾愣住了，他赖以行走天下，自以为无可匹敌的天遁剑法，在眼前这个不动声色的老和尚面前，竟然像小孩子扔出去的木棍一样不堪一击。这不是胜负的问题，这是一个修行者整个认知体系的崩塌。他一直以为剑术是修行的利器，丹法是最高的法门。但现在有人用更简单直接的方式告诉他，你手里的这把剑斩得了别人的喉咙，斩不断你自己的傲慢和执着。剑还在，但剑的锋芒突然变得毫无意义。黄龙禅师收了拂尘，没有继续羞辱他，而是心平气和地说了几句话。大意是，你执着于丹药、剑术这些有的层面，觉得自己修成了别人没有的东西。可真正的智慧是不执着于任何一法，连修行的概念本身都要放下。你连我这一关都过不去，还谈什么飞剑千里、长生久世？吕洞宾站在原地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做了一件旁观的僧人们都没有预料到的事，他跪下了，就像当年在长安酒肆里跪在钟离权面前一样。他跪在了黄龙禅师面前，心悦诚服，求禅师点化。这一次的跪下比上一次更不容易。上一次他是从一个失败的书生角色里站起来，抛弃的是功名。这一次他要抛弃的是自己苦修多年的那套观念体系，是自己的傲慢。黄龙禅师没有收他为徒，只是用自己的方式为他做了一次开示。禅宗讲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需要像道门那样行拜施礼。但这次相遇对吕洞宾的冲击是根本性的。后世禅门典籍在记载吕祖身黄龙这件事时，字里行间隐隐带着一丝维护自家宗门的意味。大意是，你看，道家剑仙那么厉害，最后还不是要到我们佛门参禅才得大彻大悟。但如果我们跳出宗派之争来看这件事，会发现更大的真相。吕洞宾在这次挫败中获得的不是禅宗战胜了道教的胜利快感，而是一个修行者突破自我瓶颈的关键契机。他把佛家明心见性的禅理融入了钟离权的内丹修行体系，完善了后来全真道性命双修的理论框架。
从此以后，他的修行不再是单向度的追求长生，而是有了对心性的深刻关照。那把被黄龙禅师打落在地的剑，他捡了起来，重新附在背上。但从那一刻起，这把剑的意义变了。它不再是一个剑仙用来炫耀修为的利器，而是一个修行者用来时刻提醒自己斩断内心傲慢与执念的警钟。那锅煮了几十年的饭，从前他以为煮熟就是终点，后来以为能喂给别人吃就是功德，到现在他才明白，自己吃透一碗饭的滋味和让千千万万个口味各不相同的人都愿意吃这碗饭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接下来他要重新走进人间的烟火里，去做一件比修成剑仙更难的事，成为一个能听懂众生百味的度化者。黄龙山那次挫败之后，吕洞宾像是换了一个人，他没有躲回终南山的洞府里去继续闭关，也没有因为剑术被人破了就赌气再去找更强的师傅。他背着那把曾经被打落在地的纯阳剑，重新走进了他一度想要放弃的人间。只是这一次，他不再急着证明自己有道法，不再逢人就讲黄粱一梦的大道理，也不再用飞剑显化神通来震慑路人。他开始学着去听听一个理发匠讲日复一日弯腰剪发的枯燥，听一个药铺伙计讲面对病人却无药可施的无力，听一个母亲讲孩子夭折后夜夜哭醒的痛。他以前把这些统称为执念，觉得应该一刀斩断，但黄龙禅师让他明白了一件事，你不能拿你自己的那碗饭硬塞到别人嘴里，然后怪人家不咽下去。每个人的饭得自己煮，每个人的执念得自己熬，火候到了才放得下。想通这一层之后，他立下了一个让钟离权都为之侧目的誓愿。吕祖志里对这句话的记载非常朴素，却重得让人不敢随便念出来。度尽天下众生，方愿上升。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只要这世上还有一个人在受苦，还没有从自己的那场大梦里醒来，我就不飞升，我就留在人间，陪着他们一个一个的度，直到度完为止。这不是一句漂亮话。在天道的法则里，飞升成仙是修行者最终极的目标，是无数道人闭关苦修一辈子所追求的终点。吕洞宾等于把这张通往终点的船票自己撕了。他把成仙从目标变成了工具，不是我要飞到天上去享清福，而是我不飞升，才有资格继续留在人间干活。这个决定让他的修行之路再也没有了到头了的那一天。只要人间还有人，他的路就在脚下，永远没有终点。此后的岁月里，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开封的酒肆里有他扬醉吟诗的身影，杭州的西湖边有他踏月而行的脚印，庐山的云雾深处有他打坐炼丹的岩洞，华山的险峰上也有他拜访老友陈抟老祖时留下的笑声。宋史《陈抟传》里就记载了这样一条侧面的信息：吕洞宾年100余岁属来团斋中，言下之意是这个老道人活了100多岁，隔三差五还跑到陈抟在华山隐居的茅屋里串门聊天。史官写下这条信息时大概也没多想，但放在我们今天来看，一个100岁老人翻山越岭去找朋友喝茶论道，还能保持这份兴致和体力，本身就是修行功夫最生动的注脚。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名声从山林野道逐渐传入了官府朝堂。北宋徽宗年间，朝廷正式追封他为妙通真人，这是吕洞宾第一次获得官方认证的神仙身份。到了元代，元武宗更是对他推崇备至，加封为纯阳眼正警化福佑帝君。这个封号很长，拆开来看，纯阳是他修成纯阳之体的道号，
眼正是表彰他弘扬正道，警化是肯定他度化众生的功绩，福佑是颂扬他护佑百姓的恩德。帝君则是元朝皇帝能给出的最高级别的神仙头衔。从一个在长安酒肆里愁眉不展的落地书生，到元朝皇帝亲自下旨册封的帝君级神仙，这条路吕洞宾走了几百年。官方的封神只是世俗层面的认可，真正让他的名字刻进中国文化深处的，是民间自发的无处不在的香火。道教全真派尊他为北五祖之一，地位仅次于老子和王重阳。民间八仙信仰中，他以纯阳真人的身份位列八仙之首。在老百姓的口耳相传里，他的故事比铁拐李更传奇，比汉钟离更接地气，比蓝采和更有人情味。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不知不觉间成了好几个行业的守护神。理发匠尊他为祖师，因为他的弟子陈七子是理发匠出身；药商和医者奉他为祖师，因为他常年炼丹制药，行医济世；就连深山里的淘金矿工也拜他，因为传说他拥有点石成金的法术。文人士子更是把他列入五文昌之一，每逢科考之前必去吕祖庙上香祈福。一个考了大半辈子都没考上的人，最终却成了后世考生的考神。这个反转，大概连吕洞宾自己也会觉得莞尔。但所有这些头衔、香火、传说，都不是他当年立下那个誓愿的目的。他留在人间的意义，从来不是被万民膜拜，而是一碗饭一碗饭的煮，一个人一个人的度。他深知每一碗黄粱饭的火候都不一样，有的人需要煮一辈子才能熟，有的人也许就差他轻轻一点，灶火就能沸腾。他不急，那锅煮了1000年的黄粱饭，他自己吃过，知道那是什么味道。他端给别人尝过，知道有人会皱眉，有人会吐掉，有人会流泪咽下。现在他只想让每一个还在红尘里赶路的人都有一碗属于自己的饭吃，吃完能安安心心地睡上一觉。这也就是他从一个落魄书生走到民间先圣的全部路程。好了，吕洞宾的故事我们今晚就讲到这里。从河东吕氏书房里那个天资聪颖的少年，到长安酒肆里伏案入梦的失意书生，从终南山闭关修炼的求道者，到黄龙法堂上渐落尘埃的修行人，从发出宁度动物不度人慨叹的挫败道人，到走遍人间烟火，度化无数众生的纯阳祖师吕洞宾，这一生不是从一个凡人变成了一个神仙，而是从一个困在自己的执念里出不来的人，变成了一个愿意走进别人执念里去帮忙的人。那锅黄粱饭煮了1000多年，他教会他的第一件事是放下功名，放下傲慢，放下对成仙这件事本身的贪恋。他教会他的第二件事是耐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火候，急不得，催不得。他教会他的第三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这碗饭从来就不是用来一个人独享的。夜色已经深了，窗外的灯火一盏一盏的在熄灭。也许你今晚躺在床头，心里也装着一些放不下的事，可能是某个让你焦虑的目标，可能是某段让你纠结的关系，可能是某个你反复回想却始终无法释怀的遗憾。这些都没关系。吕洞宾花了64年才放下他那口煮不熟的饭，我们也不必对自己太苛刻。愿你在今夜的梦里也能放下那锅煮了很久的饭，哪怕只是暂时的放下，先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醒来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事儿搁一搁，火候反而刚好。晚安，好梦。